沈家上下流放东南无归岛，无诏不得返京。无归岛，那不是有去无回的荒岛吗？听说那地方三面都是礁，船都靠不了岸，海风一起，连活人都能卷没了。娘，别怕，到了那边，我去砍柴，我去捕鱼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不会让你和若曦饿着。捕鱼，哥哥，你连潮水什么时候涨、什么时候退都分不清。真到了海边，第一个被浪卷走的恐怕就是你。京城人听见这3个字，想到的是荒岛、海风、恶浪。可我上辈子就是在那里长大的，5岁下海摸鱼，10岁就敢硬刚惊涛骇浪。所有人都以为我在哭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是喜极而泣。若曦，我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，沈秋红，我那位好堂姐。若曦妹妹，姐姐来送你一程。沈秋恒，你还有脸来？堂兄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沈家出事，我也难过，可罪名是刑部定的，哪是我一个弱女子能左右的吗？哥，现在不是时候，沈家身上还背着罪名，我们说什么都是错的。妹妹，听说无归岛风大浪急，夜里冷得很，你身子向来娇弱，到了那里一定要多保重。姐姐今日这份心意，我会记很久。妹妹，一路珍重。多谢姐姐，是真的多谢，多谢你让我看清沈家的清白，不能只等别人施舍。这就是无归岛了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这就是我们以后住的地方。娘，别怕，我去找找有没有能挡风的地方。那边有洞，今晚先去避一避。好，快进去，外面风太大了，你爹身子也受不住。不能去。若曦，那个洞不能进。为什么？那东北风至少能挡一夜。海草还没干，说明不久前潮水刚漫到这里。可现在天还没全黑，潮已经推到这么高了。那是潮水留下的，潮水留下的洞能帮风，也能困人。若是半夜海水倒灌进去，里面的人连逃都来不及。若曦，你到底看什么？那个洞会进水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看那里，白印子。那是潮痕。这些海草也是刚被浪冲上来的，现在潮还没长满，就已经漫到这片礁滩。等半夜涨到最高，那洞一定会进水。可若是不进去，我们去哪儿？无归岛的半坡不算舒服，也挡不了多少风，但地势够高。可在无归岛的第一夜，舒服不重要，活着才重要。去坡上。那边那么高，娘怎么上去？你背他。沈若曦，你知不知道娘还在发热？你让她去坡上吹一夜海风，万一病得更重怎么办？我当然知道娘病着，也知道这一路她已经快撑不住了。可海不会因为人病着就少涨1寸潮。哥，风能熬，潮不能堵。这洞若只是冷，咱们还能忍。可若半夜海水灌进去，里面没有第2个出口，谁都出不来。明章，听若曦的。爹，上坡。娘，信我一次。无归岛的礁石比京城任何一条路都难走，表面看着平整，
踩上去却滑得像抹了油。哥，脚别落在海槽上，底散滑。你怎么连哪里踩都知道？看实色，发亮的地方滑，边缘发黑的地方多半有台。你看的书还真杂。其实这不是书上看的，是我从海风、礁石和无数次摔倒里学来的。有水吗？先别喝这个。那喝什么？找水。这岛上哪来的水？海岛不是没有淡水，只是淡水藏得深。有些淡水从山石里渗出来，混在咸丰考之间，不懂的人看不见，可只要仔细找，总会留下痕迹。青苔、沙屑、湿土、石缝里的冷气。这里多半有水。哥，挖这里。1下，2下，3下。若曦，没有。继续。天快黑透了。继续。真有水！真的有水。娘，慢点喝。你先喝。娘，今晚您得撑住，您撑住了，我们才有力气想明日。若曦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青苔长得深，石头下面有湿泥，还有沙屑往里钻，这里多半有淡水渗出。也是书上看的？不然呢？行，以后你说挖哪儿，我就挖哪儿。如心，你说那洞真的会进水吗？会。若是不会呢？那最好。我不是盼着自己说对，我只是不能拿一家人的命去赌自己说错。什么声音？涨潮了。是。第一个浪只是打湿了洞口，第二个浪撞上去，白沫溅满洞壁，第三个浪涌捞时，整片礁滩几乎都被海水吞没。那处看起来最能避风的燃洞，像一张张开的黑口，被海水狠狠灌了进去。若曦，你救了我们。若曦，娘差点不信你。过去了。若曦，这一夜，沈家是靠你活下来的。我只是看见了别人没看见的东西。以后你说东，我绝不往西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去守着水，别让罐子被风吹倒。行，听你的。娘靠在大石后，脸色瞬就苍白。哥哥守着那只破陶罐守了一夜。
也只攒了小半担水。我低头看了看我们剩下的东西，半袋发霉杂粮，一个破陶罐，一把半截刀，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点粮，省着这吃也撑不2日。你们吃，我少吃些不要紧。不能这么分。这袋粮不能拿来填肚子，要留着撑命。今天若找不到别的吃食，明天我们就没有退路了。那我去捕鱼。哥，你知道哪里能下脚，哪里有暗流吗？我小心些就是。海里没有小心些，你不知道水往哪里走，下去就是送命。若曦，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。我没说不让你做，只是不能乱做。有些事不让他亲眼看见，他不会真正明白。有鱼！回来！抓住！别站起来，趴下！趴下，身子压低！爹，赶下来！和我一起把他拖回礁石上。我蹲在他面前，指着那条还在翻水的暗沟。你看见的是鱼，我看见的是水往哪里走。鱼能再抓，人被卷下去就没有下一次了。我也没有再训他，活着回来就够了。这些东西落在不懂海的人眼里，只是一片乱石滩。可在我眼里，他们都是路，鱼走的路，潮走的路，人活下去的路。人追鱼追不过，得让潮水替我们抓。潮水？涨潮时，鱼牙会跟着水进来找食；退潮时，水从低处走。我们只要用石头和藤条把出口收窄，让水能走，鱼走不了。等潮退，就能捡鱼。这真能成？试试。我们没有太多力气，所以我只选了2处石洼，一处口子窄，容易堵；一处里面有海草，鱼虾爱拜躲。爹负责挑稳石，哥哥负责搬，我负责看水路和流缝。石头不能乱堵，堵死了，水进不来，鱼也进不来。流太宽，鱼会跟着退潮的水跑掉。我让哥哥把石头摆成外宽内窄的口袋形，再用藤条绕住2侧大石，防止退潮时被水冲散。若曦，这也书上看的？嗯。你看的书真救命。这不是书救命，是懂潮才救命。水能出，鱼不能出。在海边，不能只靠力气，要让潮水、礁石和风都替我们做事。那一日，我们吃上了到乌龟岛后的第一顿热食。说是热食，其实只是把鱼剖开，用石片架在小火上烤，没有盐，没有锅，鱼腥味很重。好吃。哥哥吃的连鱼骨边的碎肉都刮干净，爹最后才吃，火光映在每个人幸福的脸上。可我知道这还不够，鱼能救一顿，救不了长久。没有盐，鱼肉留不住；没有盐，伤口容易烂；没有盐，我们就算捕到再多鱼，也只能眼睁睁看它们坏掉。我去看潮线。实际上，我要去找盐。西岸比东边更荒，地面裂出细细的纹，远远看去像铺了一层淡淡的霜。普通人看见只会觉得这里寸草不生，荒得连鸟都不落。可我蹲下来，用指尖捻起地上一点白晶，咸、粗粝、苦涩，却真真切是盐。找到了。地势平，日照足，
海涨潮时漫上来，退潮后留下一层浅卤。可眼下没有锅，不能煮盐，但晒盐够了。盐能让鱼肉多放几日，也能让娘和哥哥的伤少受些罪。我用衣角包了一小撮盐精，又记下旁边几处能引水的浅沟，这才回去。这是什么？盐。盐？西岸有盐滩，不是一点点，是一大片。只要开浅坑，引流水，晒上几日，就能出粗盐。那太好了，有盐，鱼就能腌起来，娘的身子也能……不能碰。若曦，盐不能乱碰。我心里早知道他会反对，可真正听见，胸口还是微微一沉。为什么不能？这不是救命的东西吗？大庸盐税极重，民间私采盐货向来最容易被官府问罪。沈家如今本就背着罪名，若再被人抓住私采盐货的把柄，就再也回不去京城了。爹，我们现在没有将来。娘在发热，哥哥手上有伤，咱们没有药，没有锅，没有粮，鱼若吃不完，明日就会腥稠腐败。盐能腌鱼，能清洗伤口，能让我们多撑几日。撑几日？然后呢？若旁人知道沈家在岛上采盐，便会沈家果真和海上私货有关。那些构陷沈家的人，正愁没有新的把柄，所以要记账。第一批盐只自用，腌鱼、清洗伤口、保存食物、救急，不拿去卖，不牟利。每一撮盐从哪里来，用到哪里，都由您记下来。说得清？你以为凭几道账痕就能说清？那不晒盐，娘的病就能自己好吗？哥哥的伤口若烂了，律法会来替他止痛吗？鱼肉坏了，清白能让我们不饿吗？沈若曦，沈家可以穷，可以苦，但不能自己把新的把柄递到别人手上。沈家也不能为了一个将来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把柄，眼睁睁看着活人熬死在眼前。从前在京城，我敬他，怕他，也信他。他教我规矩，教我名声，教我沈家人行事要端正，不能给人留下画笔。可如今我们脚下不是京城的青石路，这里没有朝堂，没有御史，没有替沈家说话的人，只有风、潮、饥饿和病。爹，我不是要沈家做见不得人的事。那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我们都好好的。若一定要选，我只能选救下一家人。老爷，若曦不是为了贪利，她只是想让我们活。爹，我不懂那些大道理，我只知道娘还病着，我这点伤若烂了就不护着你们，鱼没盐腌，明天就坏。咱们真的需要盐。我知道，他不是不懂，他只是太难放下。放下京城的规矩，放下读书人的体面，对他来说，这比挨个更疼。爹，您可以不赞同我，但这件事我必须做。若我不许呢？那我也会去。第一批盐只准自用，不可售卖，不可拿去做生意，每一笔用途我来记。爹，去做你要做的事。我知道这不是完全认可，可这是他能退的第一步，而这一步已经很难。我让哥哥用石片挖出浅浅的卤坑，再引海水进来。没有木桶，没有铁锅，我们只能用能找到的东西。哥哥干得很认真，他手上的伤被海风吹，疼得直抽泣，却没喊停。我用刚刮下的一点粗盐化了淡水，替他简单冲洗伤口。这也太疼了。疼说明还没烂。
你这安慰人的话真难听。有用就行。第一批盐很少，颜色也不白，还带着苦味和细沙。可我捧着它回去时，娘看着那点盐，眼神像看见了救命的药。若曦，你娘……我把粗盐化进淡水里，先替娘清洗伤口。娘疼得皱眉，却没有躲。可光这样还不够，娘需要药草。我想起白日里在西岸沿滩边看见过一处很淡的脚印，不深很轻，不是我们沈家人的。这岛上或许还有别人。我把2条烤干的小鱼放在西岸一块显眼的黑石上，又刻上求退热草几个字。想了想，我又在旁边放了一小包粗盐，不是拿来买药，而是告诉看见的人，这里有人受伤，有人发热。盐是我们拿出的救急之物，也可以留给同样需要清洗伤口的人。海上淘生活的人都知道，伤口若被脏炒坏，会要命。我不知对方会不会伸手，但我愿意先把话摆在明处。若曦，你确定有人会看见？不确定。万一是坏人呢？坏人若看见，只会全拿走。愿意留下药草的，至少现在还能谈。这一日，我们谁都等得心神不宁。直到傍晚，哥哥去黑石边看了一眼，回来时手里攥着一小把苦草药。小鱼不见了，盐还在，只少了一点儿，旁边多了一块贝壳。贝壳里放着一点被碾碎的草叶，像是有人示意这药该怎么用。这不是买卖，是有人看见了我们的求助，也看懂了我们的意思。对方取走了鱼，留下了药草，盐没有被拿小，只被取了一点，大概也是为了试他能不能用。这是乌龟岛给沈家的第2条路，除了巢，除了盐，还有人。只是这人现在还不愿露面。他的额头没那么烫了。那药草是别人留下的？是。盐没有被拿走？没有，只少了一点，对方大概也是拿来救急。所以这不是交易？不是，我们没有卖盐，也没有拿盐牟利，我们只是告诉岛上的人，沈家愿意拿自己能用的东西自救，也愿意在别人需要时留一条路。从那日起，娘不再只是坐在大石后哭，她会把小鱼剖开，挂在海风吹得到，雨又淋不到的石缝边，会把能吃的海菜和不能吃的分开放，会把哥哥割回来的藤条搓得更紧，拿来加固鱼线。哥哥每日天不亮便跟我去看潮，他依旧毛躁，可至少学会了先看水线，再下脚。爹也变了，他仍旧不喜欢我们碰盐，是，但开始帮我计数。今日晒了多少盐，留了多少自用，用于腌鱼多少，用于清洗伤口多少，又留了多少备用。我看着那些痕，忽然明白，爹不是放弃了清白，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住沈家。鱼线又有了收获，西岸的岩石上也晒出了薄薄一层霜。我把水、粮、鱼、盐重新分好，娘的药不能断，哥哥的伤要洗，晒好的鱼干要留一半，粗盐不能全用，至少要存下一小包，以防再有人病倒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现在真像沈家的家主。别胡说。明征说的不算错，在京城，沈家听我的；可在乌龟岛，求生之事，听若曦的。娘听若曦的。我早就听了。这不是我想抢谁的权，而是这座岛不允许我们再按从前那样活。沈家要活下去，就必须有人看巢、分
分粮、管盐、定规矩。既然他们把这些交给了我，我便不能让他们失望。若曦，这乌龟岛好像也不是毫无希望。当然不是，它有风，有浪，有礁石，有暗流，也有鱼，有盐，还有肯留下药草的人。藤条断了一截，按这几日的潮路，这里不该只有这么点收获。有人动了我们的鱼线。断口还是新的，不是我们沈家的鞋印，可一块稳固的湿沙边缘，脚印不深，落点很稳，来的人熟悉脚滩。这岛上果然还有人。我去看看。别追！哥，回来！好，我越走越觉得不对，那脚印断得太干净了，像是故意把人引到这里。放开我！我赶过去时，哥哥已经被3个人按住了，他气得眼睛通红，却动弹不得。那几人穿着旧短褐，皮肤被海风晒得发黑，手背和手臂上有陈年的绳痕与伤疤。他们不是流犯，也不是官差，他们是常年在海上讨生活的人。而站在他们身后的男人，才真正让我停住了脚步。他的眼睛很沉，像风暴来前的海面。沈家的人？你们动了我的鱼线。你的？这岛上的鱼什么时候成你们京城人的了？海里的鱼不是我的，但鱼线是我做的。你们若要鱼，可以说。割断藤，搬开石，是坏规矩。你胆子不小。我哥在你们手里，我胆子小也没用。陆哥，这姑娘不对劲儿。陆沉舟，这个名字我听过。有人说他是海民首领，也有人说外头把他们叫做海寇。可真正住在岛上的人都知道，他们不是劫掠为生的海盗，他们多是救水师后人，或是被海防旧案牵连的人，靠捕鱼、修船、守礁口活着。外人不懂，便一概称他们为寇。只是此刻，我不能表现得像早就知道他。你姓陆？你们来乌龟岛做什么吗？我们是被流放来的。被流放来的人一上岛就会找水，会做鱼线儿，还会晒盐。沈小姐，你不像被扔来等死的人。他不仅知道我们姓沈，还知道我们这些日子做了什么。这说明，早在我们以为独自在求生时，他们就在暗处看着。懂这些，不代表我是探子，也不代表你不是。沈家罪名里有通海购一条，你们刚被流放到这里，便能在岛上着淡水、设鱼线、晒盐。你说你不是朝廷派来探我们的人，我凭什么信？我们若是朝廷人，会被扔到这破岛上。朝廷的人，什么戏都能演。他们不是怕沈家，他们是怕朝廷借沈家之名摸清乌龟岛上的海民、船路和避风湾。对这些靠海活命的人来说，被发现未必比死轻松。我看向陆沉舟身后，礁湾里停着3条船，2条停在浅湾，1条搁在沙滩边，船头朝外。这些船是他们的命。今日的风不对，海鸟飞得很低，叫声短促，远处长浪一排接一排，浪头之间的空隙越来越短。3日内必有大风。放了我哥，我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我能帮你保住那3条船。
一个京城城姑娘要教我们宝船，我看她就是疯了。说下去，3日内有风暴，风会从东南转正南，再压向西南，到时候浪会直贯这个浅湾。你那2条船最先受冲，沙滩边那条会被炒起来，撞上后面的黑礁。你凭什么断定3日内有风暴？风压低，海鸟贴水，昨夜潮退慢。这里看着避风，其实只避东风。南风一来，浪从这个口子灌进来，船没有退路。若要保船，得趁明日午后满潮，把船挪进西北侧那个背风礁湾。那地方口窄，退潮陆底，船进去容易卡死。所以必须明日午后。今日潮还不够，后日风会乱，只有明日午后，潮位够高，风还没完全转，是唯一能挪船的时辰。进湾后，船头不能朝外，要斜压向北礁。藤缆不能只绑一口，要2根交叉，一根拴高礁，一顶压实锚，否则风暴潮一顶，藤缆会从低处拔断。陆哥，这说的不全是胡话。若你说错，我们白白折腾1日，明日不能出海。若我说对，你保住的是3条船，讨海的人没了船，等于断了腿。你比我更清楚。若你是朝廷探子，这就是你摸清我们船路的办法。若我是探子，我现在只需要等风暴毁了你的船，3条船一毁，你们出不了海，也守不住礁口，到时候不必探，谁都知道你们撑不了多久。我知道这句话戳中了他，他不怕我说的多，他怕我说的准。你可以不信我，但你不能拿3条船赌。明日午后挪船。陆哥，照他说的做。风暴若没来，你留下。不行！可以，可以。若曦，你疯了！哥，你回去告诉爹娘，我没事。我不回去。娘还病着。你不回去，他们会急坏。沈明征可以走，3日后若他说对了，我自然放人。哥哥还想反抗，被我用眼神压住。他咬着牙，最后还是被海民带出礁湾。我知道，这已经是陆晨章让出的第一步。那一夜，我被留在礁湾后的石棚里，里面潮湿阴冷，却比我们沈家住的露天石坡好许多。第2日午后，潮唇果然长得高，陆沉舟让人拖船。第1条偏左，别碰右边黑礁。第2条压后，等第1条进湾再动。真是麻烦。藤缆绑高些，现在看着够，风暴潮来会长得更高。一个城里姑娘懂什么？按他说的做。3条船全部挪入西北背风湾时，太阳已经偏西，石锚落地闷响，备用藤绳放高些，夜里不能被水泡软。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。风暴来前，总会有一段像没事。你不怕错？怕也不能装看不见。你为什么这么懂海？这个问题比他怀疑我是扇子更难答。怕死的人会看得比别人仔细些，他明显不信，可他没有继续问。第3日清晨，
海面仍旧平静。海民中有人开始不耐烦：“我就说他在胡说！昨日若出海，还能打2网鱼。京城人果然不可信。”他没为难你吧？没有。风呢？还没到。上午过去，风没有起。到了午后，风忽然停了。真正的风暴来前，最怕的不是风大，是突然无风。整个郊湾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毛。陆哥，突然天边的云像黑墙一样压了下来。来了。话音刚落，第一阵风猛地砸下来，左边第2根松了，加10毛。照他说的做。哥哥想去帮忙，被我一把拉住。你不熟路，别添乱。他急得眼睛通红，却应声忍住了。风暴一直到深夜才渐渐弱下去。礁湾里一片狼藉，晒网的架子倒了，2个草棚被掀翻，可3条船都还在，1条不少。天色微亮时，我和老海明站在湾口前，谁也没有说话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沉默片刻。沈姑娘，多谢。你可以走了。什么？我答应过他，风暴若来，船若保住，放你。走。你也可以走。但沈若曦，别以为这样我就信你。我知道。乌龟岛不是京城，这里没人凭几句漂亮话就放下防备。我也没指望你放下防备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沈家不是朝廷派来探路的人。我们要活，你们也要活。在这座岛上，互相防着可以，但互相拖死没有意义。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懂海？因为我不想死。陆沉舟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，可他没有再问。我带着哥哥离开礁湾，走出很远后，哥哥才低声道：“若曦，那人还是不信你。”我知道。那咱们以后还要跟他们来往？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想在这里活下去，不能只靠沈家4个人。鱼线能养我们几日，盐滩能让我们自救。可乌龟岛真正的路，不在一处石洼，也不在一片盐滩，它在这些懂船、懂礁、懂这片海的人手里。全没了。他们在水下等鱼。若曦，有鱼！第2处石洼更多。啊！娘，今晚有吃的了。我错了吗？爹没有错，您守清白是为了沈家，我晒盐也是为了沈家，只是这里不是京城，活法不一样。若曦，娘不会看朝，
也不会晒盐，但鱼怎么晾，海菜怎么洗，衣裳怎么补，娘能学。以后你教娘。好。收网，孩子退到高处，别去牵挖。都上高礁，别靠船。片刻之间，海水便把那片湾口打成了白沫。前一日还看着安全的停船处，被浪一遍遍撞击，几块礁石都被冲得看不见了。若3条船还在那里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必定会被撞裂。若船还在那儿，后面的话没人说，因为答案就在眼前。3条船被藤蔓牢牢压住，浪冲不进去，只能在外面的黑礁上炸开。船身晃得厉害，却没有被推出湾口。忽然，最外侧那根藤缆被拉得吱呀作响。风暴过后的第3日，海面终于平静下来。可乌龟岛并没有真正安静，那场风暴掀翻了几处旧草棚，也把郊外许多被海水遮住的暗石露了出来。海民们忙着修棚、晒网、补船。陆沉舟让人重新检查3条船的藤蜡和船底，年长的海民则带着孩子们在浅滩边捡被浪冲上来的贝壳和海菜。沈家也没有闲着，娘的病好了些，已经能坐在石边剖鱼。哥哥每日跟着我看潮，虽然还是毛躁，但至少知道下脚前先看水线。爹仍旧记着盐账，每一道痕都刻得清清楚楚。我以为乌龟岛会暂时给我们几只郊外发现那片贮贝场，那儿午后潮退得很远。我原本只是去看昨日被风浪冲散的鱼线，顺着在一片黑礁背后看见了几块被浪翻开的老贝，贝壳后边缘粗糙，雷里却泛着一层极淡的荧光。我心口微微一跳，我蹲下身把其中只翻过来，只剩几道被海水磨过的痕，可那内壁的光泽不是寻常海贝能有的。我眼瞅着水线往前卷走，掠过一处半塌的礁口后，眼前豁然是开了一片浅角。我蹲下去敲开一只死贝，里面没有珠，但贝层厚实，光泽细润。乌龟岛果然比京城杏仁想象的更值钱。你在看什么？珠贝。陆哥，真是珠贝，这么多，这要是全捞出来，能换多少两？不能全捞。你说什么？这里的珠贝有老有幼，若一次性捞光，明年里这里就是死场。要采只能分小贝取部分，幼贝留下，母贝也要留。你一个京城女子，管起我们海上的事儿了？阿成，我不是在耍你们。这片珠贝若被捞空，谁都得不到第二次。第二次？我们现在连下个月的粮都不够，还想第二次？你想怎么采？先画3片，靠外礁的老贝区可以采3成，中间浑贝区只取最大的，靠内湾的幼贝和母贝一吃都不能动。3成？这么大片贝场，你只让我们取3成？若你想今日换一船粮，明年全倒，明年全倒饿死。你别拿话吓人。我没有吓你，这片贝场能长成这样，不是1、2年，风暴只是把它露出来，不代表它经得起乱采。你们懂船，懂网，懂礁，可珠贝不能按鱼一样捞，鱼跑了还会回来。按他说的。那日傍晚，我们把珠贝场的3片区域画了出来，陆沉舟的人用黑石在礁上做记号，我负责分辨贝老贝和母贝。沈明真真也来了，后来被我教着变壳纹和复胶深浅，倒也学得认真。第一批取出的珠贝多，可开出珍珠时，所有人还是安静了。这东西能换多少两？没人回答，因为谁都知道能换很多。也正因为能换很多，麻烦才刚开始。接下来的2日，海民里争论不断。有人觉得沈若曦救过船，他说刘母婢就该听；也有人觉得我终究是京城来的，凭什么管乌龟岛的东西？阿成便是最不的那个。我们这岛上他一来就定规矩。这话传到我耳中时，我并不意外。人饿久了，看见能换粮的东西，便很难再想着以后。第3日夜里出事了，阿成带着2个年轻海民偷偷取走了1袋珍珠。等陆沉舟发现时，人已经不见了。礁湾边少了1只小舟，不能追，让开！现在追不上，那就等着他们把珍珠卖了。他们不是去卖，他们是去被骗。这2日有外船在礁外绕，不是第一次来这片海。阿成们能半夜出走，必然是有人先递了话。你是说有货商盯上了？能这么快知道珠贝场，说明有人一直在等乌龟岛露出东西。阿成心急，对方正好利用他的急。那更该追。你现在追，
只会被他们牵着走。外面风平，可潮正在退。黑商若熟这片水路，会把船停在外郊深水处，让阿成他们用小头送货过去。等你追出去，他们已经拿货走了。你若逼得太急，他们还会把阿成他们推出来当挡箭牌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让他们走不了。我蹲下身，在沙上画出外礁和潮沟，一条外游往南，水深，船能快走；一条往西绕黑礁，但隐蔽。若是黑商，必走西路，因为他们不想官船或其他渔船看见。西路退潮时有一道前坎，大船过不去。对，但他们若是赶在退潮前过坎，就必须等阿成的小头回来后立刻起锚。我们不追他们，只去前面的雾口等。你要堵船？不是堵，是让潮堵。我又画了一道线。今晚退潮快，雾口看着宽，其实中间有暗石。黑商船若不熟，容易擦底；若他们熟路，就会贴左礁走。我们提前摆上假灯挂到右礁上，他们会以为左边有人守，转向右边。右边水浅，退潮一到，船会扎住。那我哥呢？所以不能硬冲。船搁住后，先把人接回来，再拿回珍珠。只要不动手，黑商也不敢把事情闹大。陆晨舟盯着沙图看了很久，说他们不走西路，那就说明他们不怕被人看见，也不必骗阿成。既然是骗，就一定走藏路。沉默片刻后，陆晨舟终于道：按他说的做。我们没有点大火，也没有大声召人。陆晨舟只带了几个熟水路的人。哥哥原本不放心我，但这一次他没有再说你别去。我听你的。夜里的海很黑，礁亭像浮在水里的兽，潮水从石缝里穿过去，发出低低的吼声。我们绕到雾口时，远处果然出现了一点灯，那灯不亮，摇摇晃晃，像是故意用布遮着。来了。我让人把提前准备好的小灯挂到右腰上，从海面看过像守江灯。黑商若心虚，必然会避开他以为安全的方向。潮声一点点变急，陆晨舟看向我，我盯着船影，手指点点手机，还不到时候，再等。船头过了第一块暗石，船腹贴近前坎。就在这时，海水猛地往外一退，船身轻轻一震，紧接着传来声木板擦过礁石的闷响。黑刹住了，船立刻乱了，有人低声咒骂，有人喊着称高。陆晨舟的人从暗处划出小头，堵住他们下水的路。先找阿成。阿成和另外2个年轻海民被推到船尾，脸色都很难看，他们手里空空，显然珍珠已经被对方拿走。陆晨舟的人把3人接下船，阿成一上岸便低下头不敢看人。陆晨舟没有打他，只冷冷问：东西呢？他们说先验货，给了银票和2包药粮。哥哥把那2包药粮拆开，里面的粮有一半发霉，药草也掺了枯叶。银票被陈陆舟递给我，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是假的，纸太新，印泥太浮，脚上的防伪印纹错了半道。我把银票摊开给阿成看，阿成脸一下子白了。姑娘误会了，海上买卖本就要先验货，我们只是暂时收着，等到岸上自然会补足粮药。你知道这片海没有官署，也没有平马，所以才敢拿假票和没粮骗他们。男人脸色微变，你若只是普通货商，为什么会知道乌龟岛风暴后漏了猪背场？为什么会提前找上海民？为什么带的不是足粮好药，而是假票没粮？把珍珠交出来，再把你收货的货单、船号、来路写清楚。你若不写，等这船会彻底卡死在前坎上。明日一早，附近渔船都能看见你拿假票骗岛民，到时你想走也走不了。黑商脸色彻底变了，他咬牙道：姑娘，这是威胁。不是，是提醒。你骗货在先，我们取回自己的东西在后。只要你交还珍珠，留下凭据，我们不伤人也不扣船。等潮涨，你可以走。我又让黑商写下货单，他起初只写了船名和假名。我看着他落笔的手，忽然问：你们从京城来的货路都是这样写假名？他的笔尖一顿，这一顿足够了。陆晨舟眼神立刻变了。我慢慢拿起那张假银票，翻到背面，背面边角上有一个极淡淡的压印，不是钱庄印，像是某个铺子暗衣。我上一世见过的类似弄线时，常让外头铺子代为走货，货单上不写府名，只留暗印，方便结账和认货。我盯着那个暗印看了片刻，这不是普通货商。谁的人？黑商脸色灰白，咬着牙不肯说。我没有逼他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假银票、没粮、货单、暗印都在，只要东西在，早晚能查到。我让哥哥把假银票、货单和一小包没粮单独收好，珍珠则交还给陆晨畴，当着所有海民的面清点。阿成站在一旁，脸色红了又白，他忽然跪了下来。陆哥，我错了。你不是错在想换粮。阿成抬头，你错在以为别人会白白让你占便宜。乌龟岛的东西若自己都不珍惜，外人只会把它当成可以随手骗走的货。阿成眼眶发红，低下头。黑山船最后在涨潮后离开，陆晨舟没有让人追，也没有动手，只是派人远远记下他们离开的方向。回到礁湾时，天已经快亮了，所有海民都聚在一起。这一次，没人再说京城渔女子，
不该管海上的事。陆晨畴把那袋珍珠放到中间，从今日起，诸备场按分区采。他看向众人，谁私采，谁私卖，便是断全岛后路。没人反驳。阿成低着头，第一个道：“我听。”陆晨畴又看向我，不少海的民主人都看向我，那些目光里仍有怀疑，但也多了些别的东西，不是信任，至少是承认。规矩不是我一个人定，懂水路的人定采备时辰，懂备的人定留养区域，沈家只帮你们记账、分区、保留证据。诸备不是谁一个人的，是乌龟岛以后能不能换来良药、修船料的根。陆晨舟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。好。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终于真走进了海民的规矩里，可我心里并没有轻松，因为那张假银票背后的暗印始终压在我心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就在黑山船离开乌龟岛后的第7日，京城一家首饰铺里多了一只海珠钗。那只钗用的珍珠不算最大，却颜色极润，带着一点海水养出的冷光。沈秋环买下它时，掌柜笑着说：“姑娘好眼光，这是新到的海珠，外头少见的很。”沈秋黄原本只是随手一看，直到他听见掌柜低声说：“货源来自东南外海。”他的手指停在珠餐上。东南外海，掌柜点头。听说是从乌龟岛那边来的。乌龟岛3字落时，沈秋脸上的笑淡了。他拿起那只珠餐，指腹慢摩挲过冰凉的珍珠，良久，他才问：“你确定是乌龟岛？”他买下那只钗，回府后独自坐了很久。我不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，但我知道，从那日起，京城中有人意识到，沈家没有死，乌龟岛也不是一座只会吞人的孤岛。风暴之后，诸备场重新被潮水盖住，远远看去，那片海仍旧灰蓝平静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我站在礁上，望着京城方向，心里却一点点沉了下去。鱼、盐、船、诸备，这些能让乌龟岛活下来，也会让乌龟岛被人盯上。黑商只是第一只闻到味儿的鸟，真正藏在后面的人还没有露面。在看什么？我收回视线，看风。他看了看平静的海面。今日没有风，所以更要早做准备。陆晨舟沉默片刻。你怕京城？我怕我们还不够强。海风从郊外吹来，带着淡淡的仙气。我低头看着脚下被潮水浸湿的黑石。沈家想活下去，已经不只是沈家的事了。海民想守住乌龟岛，也不能只靠几条船和几张网。从今日起，我们要守的不再只是一处石坡般、一片盐滩、一座猪背场，而是整座乌龟岛。我终于明白，自己要走的路比想象中更长，也更险。京城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乌龟岛。黑商船离开后的7日，东南外海起了一层薄雾。那日清晨，我正在西岸查看盐滩，粗盐已经晒出了第3批，爹用尖石在黑石上刻下心痕。今日所得半数腌鱼，少许留作清洗伤口，其余封存备用。他刻得很慢，也很认真。从天记的是户部银账，如今记的是几捧粗盐。可我知道这几道痕不是小事，他们证明沈家没有靠盐谋利，也证明我们在这座岛上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活下去。娘坐在不远处的石缝边晒鱼干，她手脚还不算利落，却已经能分清哪些海菜能吃，哪些晒干后发苦。哥哥带着2个海民加固鱼线，远远传来他说话的声音：“这边石头不能堵死，水要能走，鱼才会留下。”我听见这话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哥哥总算记住了，可这点笑意很快便被海风吹散了。陆晨舟从礁口那边走来，脸色沉得厉害，他手里拿着一块碎木牌，外郊捡到的。我接过来看，木牌被海水泡得发胀，边缘有撞击后的裂痕，上面刻着一个很浅的记号，若不细看，只会以为是船工随手留下的划痕。可我见过黑商那张假银票背后也有相似的暗印。我指尖微微一紧，他们来了。陆晨舟看着我，不是黑商。不是，
黑商没有这么快的胆子回来，来的是黑商背后的人。我抬头望向海面，风从东南来，雾贴着水面。这样的天气最适合攒小藏影。到了傍晚，负责守外礁的海民匆匆回来。陆哥，南边有船。几条？3条，船身压得低，像是装了人，灯都蒙着，看不清旗。海民们很快聚到礁湾，有人变了脸色。是劫夺船！风暴刚过，他们怎么会来？会不会是冲朱贝来的？阿成站在人群里，脸色发白。我蹲下身，在沙上画出南边船路。他们不会直接冲湾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还不确定朱贝场和盐滩的位置，也不知道沈家住在哪里。我指向外礁，他们会先绕一圈，装作劫掠船，试探岛上有多少人多少船，哪里能上岸。那就守礁口，来一条来一条。不行，那海民瞪我。难道等他们上岛？他们要的不是一网鱼，也不是几袋盐。他们若看见盐滩、朱贝场、船路和淡水点，下一次来的就不会只是3条船。这句话像一阵冷风，刮过所有人的脸。说到底，还是沈家招来的祸。若把沈家交出去，他们会不会走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是要害人，可咱们在这岛上熬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船、有盐、有猪贝，难道要为了沈家全赔进去啊？那人被他的头没有出声，有人沉默，有人回避我的目光。我一点都不意外，人在危险面前，第一反应不是讲义气，而是求活。你以为交出沈家，他们就会放过你们？他们已经知道这里有盐，也知道里有猪贝，还会知道你们有船、有水路、有能避风的礁湾。今日你们交出沈家，他们明日就会要盐滩，后日要朱碧场，再往后他们会要你的船路、淡水点。他们不是来找沈家算账的，他们是来确认乌龟岛到底值不值得吞下去。海风呼啸而过，没人再说交出沈家。陆沉舟缓缓开口：那你说怎么守？这句话一出，所有目光都落到我身上。我知道从这一刻起，乌龟岛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蹲下身，把南礁、浅湾、盐滩、朱贝场和贝风湾的位置一一画出，不能让他们上岸。哥哥立刻道：我带人守礁口。但不是硬拼，你守的是人，不是逞降。我指向高坡，傅柔先转移到北坡旧石棚，粮、鱼竿、粗盐全部分散藏到高处，不要堆在一处。娘立刻站起来，我带妇人去收。火不能全灭，坡上留几处小火，让他们以为我们还在原地。船呢？你带属水路的人绕到西侧，不要靠近他们，只守退路。等他们误入浅礁区，你们再截住外撤的小筹，不伤人，先缴奖。你要让他们自己进去？对，这里涨潮时像深水，其实底下是斜礁。今晚子时候潮会开始退，水线落得很快。若船从正口进，会看见礁灯，知道避开。但若我们在右礁挂假灯，让他们以为真正的入口在左边，他们就会贴着岸线走。左边是浅礁区。对，船进去时不会立刻桑住，但等退潮半刻，船底会压住，到时候他们进不得，退不得，失去冲岸能力。万一他们发现假灯，所以要有人在正礁故意漏一点火光，再迅速熄掉。不，你守礁口，阿成一正。我看着他，你熟南礁，也欠大家一次。阿成脸色一白，随即用力点头。我去。安排定下后，整个乌龟岛都动了起来。娘带着几个妇人把鱼竿成小捆，分别藏到高坡石缝里。爹负责记录盐带去向，每藏一处，便在掌心用炭灰记到。孩子被老海民带去北坡，嘴巴被大人轻轻捂着，不许哭出声。哥哥带人搬石，加固礁口窄道。陆沉舟则带着5个最熟水路的海民，悄无声息地绕向西侧。南边3条船终于靠近，他们没有挂明旗，只在船头点着极暗的灯，船身低低浮在水面上，像3只藏着爪子的兽。别饶上的人听着，声音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。有人在坡后发抖。我站在礁口高处，没有应声。哥哥握紧手里的长木杖，低声问：若曦，他们若真冲上来呢？不会这么快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们还不清楚路。果然，3条船没有立刻靠岸，他们绕着外礁慢慢转，像是在寻找入口。阿成按照计划在右礁挂起第1盏灯，那灯被照着，光很暗，只够让海面上的人看见一点影。紧接着，哥哥这边故意点起正礁火光，又很快熄灭。远处船上传来模糊的声音：在右边，入口在左。我听见这几句话，心跳慢慢沉下来。他们上钩了。
最前面那条船率先转向，避开右交灯，第二条船跟上，第三条稍慢，似乎有些犹豫。我盯着朝线，还差一点儿，风把我的头发吹乱，掌心全是冷汗。这不是上一世的某个旧场景，我不是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我只是看着眼前的风、水、船影和潮声，一点一点判断。一旦算错，不只是沈家，整个礁湾都会暴露。哥哥看着我，声音很低：若曦。第一船进了浅礁区，船头顺利划过，第二条船也跟了进去，第三条船终于放下戒心，开始转向。这时潮水开始往外抽，水声变了，原本拍岸的浪忽然像被人从底下拖住，往外退了1寸。熄灯！阿成那边的假灯瞬间灭了，船上一阵骚动。灯灭了，快退！我们只是讨口饭，何必赶尽杀绝？讨饭的人不会蒙灯夜行，也不会一开口就要良言诛毙。你们也不是普通劫掠者，普通劫掠者只抢眼前东西，你们却一路探礁口、记灯位、找上岸点。隔着夜色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能听出他声音里的慌。姑娘误会了，是不是误会？留下船上的货牌、录影和那份带你们来的海图，自然清楚。他们既然是被派来的，一带了标记路线的东西，否则回去报不了功。陆沉舟立刻明白，抬手示意海民围住3条船。交东西，人可以走，若想硬闯，就等潮退到底，船底压裂。对方陷入沉默，潮水还在退，船身越来越低，第3条船遂先撑不住，有人喊道：给他们先保船！不多时，一个油布包被丢到小舟上，里面有一张粗海图，画着乌龟岛南岸沿滩方向和外礁水路，还有一块木牌，木牌背面压着那个熟悉的暗印，和黑商假银票背后一模一样。我指尖微冷，果然，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劫掠，他们早就盯上了乌龟岛。他们连沿滩都画了。海民们的脸色都变了，先前还动摇的人，此刻再也说不出交出沈家换平安的话，因为证据就在眼前。对方要的从来不只是沈家，他们要整座乌龟岛。陆沉舟让人收好海图和木牌，又沉声道：卸桨，拆帆。你说交东西就放人？放人不等于让你们立刻再冲回来。等天亮潮涨，你们可以用1条船离开，剩下2条船暂时扣在外礁，等附近巡海关船经过，再交由他们查问。这话一出，来犯者彻底变了脸色。他们最怕的不是走不了，是事情被摆到明面上。你敢报官？沈家是流犯，不是山匪。乌龟岛也不是无法无天的地方。你们夜袭上岛，假扮劫掠，图谋良言诛辈和船路，证据俱在，为何不敢？这句话说完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胸口一震。是啊，我们是流犯，但不是贼。我们在这座岛上求生，不代表要把自己也变成见不得光的人。爹站在不远处，听见这句话，眼眶微微发红。最后3条船都被控制住，海民们没有伤人，只缴了桨、帆和船上的引火物。几个带头的人被看守在浅礁边，其余人被留在船上，等天亮潮后送离一部分，留下喝正午和煮船茶。妇孺从坡回来时，天色已经泛白。娘扶着石壁走到我身边，低声道：守住了，守住了。哥哥身上全是海水和泥沙。若曦，他们真被你算进礁里了。不是算他们，那是什么？是算潮。陆沉舟站在浅礁边，正看着那张缴来的海图。我走过去，他把海图递给我，上面不仅画了南礁和沿滩，还在猪背场附近做了一个小小圈。那圈标得很准，说明黑商离开后，京城那边不知道上沈家活着，还已经知道猪背场大概位置。我心口一点点沉下去。他们还会再来？会。下次不会只来3条船。所以我们也不能只是临时守一夜。陆沉舟看着我，风吹过他的衣摆，让他眼底的冷意淡了一些。沈若曦，从前我只觉得你是沈家的人，是京城来的麻烦。我没有说话。陆沉舟看向远处渐亮的海面。现在我知道，你不是累赘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低而清晰。乌龟岛要守住，你必须留下。我怔了一下，这是陆沉舟第一次真正承认我，不是因为我救过会3条，而是因为这一他终于明白，沈家海民已经站在了同片礁上。我看向海面之后，潮水正在蹭些涨回来。远处太阳从云后露出一点淡光，乌龟岛仍然荒凉，它不再只是一座被人遗弃的死，它有了人手，有了规矩，也有了不能轻易被夺走的东西。我轻声道：陆沉舟，沈家要证据，海民要船路，乌龟岛要活路，以后我们得一起守。好。
陆晨畴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晨风从海面吹来，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木牌海图，指尖点点收紧，竟已经伸手了。可这一次，我们不会再像从前那样，只能等着被推入绝境。这座被他们称作死地的岛，已经开始醒了。夜袭后的第3日，乌龟岛下了一场急雨，雨不大，却来得凶。山崖上的碎石被水一冲，半夜忽然塌了一角，那声响像雷一样滚过岛上。若曦，北崖塌了！我从睡梦中惊醒时，哥哥已经提着火把冲了出去。可等我们赶到时，陆晨舟已站在塌下来的山崖前，雨水顺着石壁往下淌。原本被乱石河藤遮住的地方，露出了一道黑沉的口子，不是天然洞穴，那洞口边缘有明显的人工凿痕，石壁乱木还从里露出来。被雨水舟举起火把，火光照进去，里面隐约能看见到倾斜的船架。这是船坞？哥哥皱眉。什么旧水尸窝？东南外海有一只水师在乌龟岛附近住过，后来海防阴案一出，水师被裁撤的裁撤，问罪的问，留下的人不分理，有些就是那时候留下来里的。我看是水沉后人，海籍罪罪名，外界一句海寇，便把他们全押进了污名里。我们点了火把，小心走进旧船坞，里面潮气很重，半边船架已经塌了，地上散落腐烂的木板和断裂铁根绳，墙上有被海风磨损的旧印记，仔细看仍能辨出水师营号。爹走在最前面，他原本只是沉默地看着，直到火光照石壁角落一块半腐的木牌，他忽然停住，木牌上刻着几个字，已经模糊，却仍能看出海防转运4字。爹脸色骤变。海防转运。他快步走过去，蹲下身，只有最里面一只被石板压住，勉强留了半截形状。哥哥上前搬开石板，木箱一碰便碎，里面掉出几张被油布包住的残纸，还有一册被重铸掉半边的账本。爹的手抖了，他把那半本账册小心拿出来，我看见爹的脸一点点白下去。他翻过一页，又翻过一页，账册残缺厉害的字迹已经晕开，可仍有几处能看清。海防银拨款、船木采买、铁钉、铜油绳，还有几笔被毒沙圈出的缺额。不对，爹忽然低声道。哥哥忙问什么不对？爹死死盯着账册。当年我经手的海防银是按户部批文拨给东南水师修船的，后来刑部说银子被我转入私账，勾结海寇，可这账上记着银子根本没有进沈家账目，而是被中途劫走，分成3路转出。他指着其中一行模糊字迹，这里这个案记我见过。爹抬头看我，当年案卷里一份伪造的转运票据上。陆晨舟走近，声音低沉。所以沈家是被人构陷的。爹闭了闭眼，至少这半本账能证明当年的银路有问题。娘扶着石壁，眼泪一下子落下来。老爷，爹捧着账册，像捧着沈家丢失多年的清白，他的声音哑得厉害。若曦，我们得把他送回京城。哥哥也激动起来。对，送回去，让那些人看看沈家不是罪臣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也热，可那股热意只升起一瞬，便被更的念头压住。我伸手按住账字，不能现在送。爹猛地看向我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完整证据，他只能证明当年银路有问题，证明霞可能被构陷，可他不能证明是谁做的，也不能证明如今京城里谁还在遮掩这件事。哥哥急道，可至少能让京城知道沈家冤枉。京城早就有人知道沈家冤枉，若他们不知道，沈家不会倒得这样快；若他们不知道，沈秋恒不会提前来送行；若他们不知道，黑商不会这么快盯上乌龟岛；若他们不知道，夜袭的人也不会带着海图和暗印来。现在把账册送回京城，不是翻案，是把我们手里唯一的筹码送到别人刀下。若曦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留原本，送残页。送一页足够让他们认知到沈家找到线索，却不足以让他们毁掉全部证据。再送一枚海珠，让他们明白乌龟岛不是他们以为的死地。你要引他们动，不是引他们来，是让京城里的人先乱，他们越急就越露出马脚。爹沉默很久，这对他很难，他等清白等了太久，如今证据就在眼前，他恨不得立刻回京，跪在金銮摊开，让所有人看沈家受了多少冤。可现在这沈家太弱了，弱到连一艘能稳稳离岛的船都还没有。爹，证据不是求饶的东西。你说的对，沈家不能再把命交到别人手里。我们把账册原本重新用油布裹好，藏进旧船坞深处的石缝里。爹亲手选出一页残账，那一页上有海防银转运缺额，也有半枚暗印，足够让人心惊，却不足以让人拼出全局。陆晨舟安排了最可靠的船路，他没有亲自去。我把那页残账封进竹筒，又放进去一枚海珠。那枚海珠不大，却圆润清冷。最后我写了一张字条，只有一句话：乌龟风浪未平，旧账亦未平。竹筒被送走那日天气很好，海面蓝得像洗过。我站在礁上，看着那艘小船慢慢离开，心里并没有轻松，因为我知道从这一刻起，乌龟岛真正被卷进了京城旧案里。数日后，京城，沈秋煌收到竹筒时，正坐在妆台前试那只海珠钗。送东西的人没有留下姓名，只说是故人所赠。他打开竹筒，先看见那枚海珠，脸色已经变了，
等他展开残障，看见上面的海防银暗印时，手指猛地一抖，纸页落妆台上。他盯着那行残缺的账目，呼吸一点点急促起来。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找到这个？姑娘，沈秋航猛地把账页收进袖内，声音却没能完全稳住。妆台上的海珠在烛光下泛着冷光，他终于明白，沈家不仅没死，沈若月也不仅仅是在乌龟岛苟活，他们已经摸到了当年旧案的边，而那条边一旦被扯开，京城里许多人都会睡不安稳。乌龟岛上我们也没有闲着，旧船部被清出来后，陆沉舟带着海民重新修船，哥哥每日搬木头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却比谁都高兴。爹继续整理残账，把能辨认出的每一笔都重新抄录下来。娘带着妇人晒鱼、缝帆、搓绳，而我每日看潮、看风，也看那艘正在一点点修好的船。那是沈家在乌龟岛修好的第一艘船，它不大，船身也旧。可当它被众人推下水时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海水拖住船底，船身轻轻一晃，稳稳浮了起来。若曦，我们什么时候回京？哥哥站在岸边，忽然问我。我望着海面，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京城，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等我们有足够的证据，也有足够的底气。海风吹起船帆，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乌龟岛不再是流放之地，它是沈家重新起航的地方。